官司的事情，谢谢你了。不必，你出钱我办是应该的。嗯。我还挺喜欢你的。Hell no！ 你不喜欢我，你喜欢季百健。这件事也要谢谢你。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们两个还不知道拖多久。哎，我真的接受不了你们两个人磨磨唧唧的死鸭子嘴硬。你说都互相喜欢，为什么不能大方承认？不过宋小姐，想给你个忠告：猎人往往是以猎物的形式出现。睡觉。哎。这帐篷有点小啊，是按你身高买的，这根本就躺不下呀。先叫自己买睡袋去，实在不行出去睡。芝芝，太好了，你就别瞎操心了。宋总，集团的叶总来了，要见你。他怎么来了？小宋总，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叶叔叔，哎，挺好。怎么样啊？你这个新当的总经理感觉如何？一切都挺好的。哎，别站着呀，来坐下聊。芝芝啊，我跟你老爸呀是多年的兄弟啊，你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尽管跟你叶叔说。说，无事不登三宝殿。你要是有什么事儿，可以直说。你看这丫头啊，真的是虎父无犬女。我听说群星珠宝被骗了，这个资金链出现问题了，是不是？确实，您的消息可真是灵通啊！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跟我说呢？啊，这不还是把咱们当外人了吗？叶伯伯，您的意思是，集团那边会为群星珠宝出资？那必须的呀！于私，芝芝是我看着从小长大的，我岂能袖手旁观呢？于公，群星珠宝毕竟是集团的一部分，集团怎么能够见死不救呢？所以刚才我出来之前，我就去财务总监那儿看了，盘了一盘集团的资金。好，这一问才知道，集团现在也是捉襟见肘啊。说，能理解，没事儿，我们来自己想办法。我还没说完呢，你说我打拼了这么多年，手里也攒下个几千万以备不时之需的。嘿，我现在身体这么硬了，一时半会儿还用不上，你先拿去用啊。虽说不能够彻底的解决问题，但至少能够解解燃眉之急。啊，那谢谢叔了。啊，芝芝啊，这个叔最近也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儿，这个集团马上要上市了，你们都知道啊。你那个老爸迟迟的不肯在股份调整方案上签字，这是上市的这个日子啊，一拖再拖，股东们意见都很大。就算叔求你，去做做你那个老爸的工作啊，让他在调整方案上签个字，
集团就要他20%的股份呐，就20%。叶伯伯，宋爸爸不签字，自然有他的苦衷。我们这些做晚辈的，属实也不好说。叔，你刚刚说了，那钱可是你应急的钱，我要是真拿了，可太不懂事儿了。你们想过吗？这一旦资金链断了，对集团和企业是多么大的危害呀！哎，你不用送，芝芝啊，好好想想啊，考虑好了随时来找我啊。走了，哎。叶董，这姑娘和她爸一样啊，一个倔劲儿。好啊。芝芝，我们约见的职业投资人到了，走吧。宋总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徐总，您客气了。您在投资界的履历这么亮眼，在投资界没有人不知道你的名字。宋总过奖了，这群星珠宝的事情啊，我已经很清楚了。想必两位现在正在为资金的事情犯愁吧？我有足够的资金，可以帮助你们度过这一次现金流的危机。徐总特地过来帮忙，想必是有什么条件吧？这一次帮助群星，我希望两位可以给我15%公司的股权。为了表示诚意，我已经提前拟好了投资协议，两位看一下吧。叶太婷这个老狐狸啊，张嘴好意思要20%。他太逗了，竟然让我去说服我爸签字。他以为我忘了他在医院里跟我爸那个聊天了吗？这么对比下来，徐鹏飞的条件相对合理一些。现在集团的资金吃紧，如果我们找不到其他的投资人，那徐鹏飞就是群星唯一的希望。还好我们留了些余地，等到财务和投资部门的分析报告出来，我们再做决定。芝芝，你现在是公司的代理总经理，群星下一步命运的选择，只有你能做。我知道你的担忧，可他就算拿走了15%的股份，他依然不是最大的股东，他没有核心控制权。我们现在也没有谈判的筹码，所以哪怕是贼船，我们也只能赌一把。我们不能让自己先溺死在海里。比起把这股份给叶太婷，我更愿意赌一把。喂，芝芝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先不要动。和徐鹏飞的合同，你先不要着急签，我现在过去。我已经在路上了。哦，好。子明哥，我得先回去一趟，白健有事找我，咱们先别动。好。你看这个，
这样我就串起来了。原来是聂文芝一开始就套走了公司的制作资金，让公司的财务出现问题。这个时候叶太挺出来趁虚而入，让我爸让走股份。我爸不给，他就派徐鹏飞出来投资。叶太挺这种老狐狸，这是他惯用的伎俩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？我问了季红财务那边，他们还在开会讨论。没关系的，我们可以解决的。这么多年，大风大浪我们都经历过了。我爸说他有一个办法，可能会帮到你们。他的意思是，季红集团和群星珠宝联合成立一个基金，以基金的名义去投雀凤系列，解决资金问题。但这样做有个前提是，我们要为雀凤成立新的公司，设计团队也要暂时转去新公司，完成雀凤的运营。我觉得这个办法是能解决问题的，但是我觉得我爸不会同意的，因为毕竟群星珠宝是他的心血。我明白。先问问宋叔的意见吧，看他怎么想。嗯。叶太挺想要通过变更股权结构，抢走我们宋家的利益，这一定是他蓄谋已久的。他找了徐鹏飞出面假意投资群星珠宝，实则企图控制公司。难道一直以来的幕后黑手就是他？叶董，徐鹏飞到了，叫他进来。对不起啊，叶董，我本来已经说服宋芝芝跟我们合作了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突然变卦了。这各种缘由我也是在调查，不过我了解到这事儿可能跟季白金有关系，是他让宋芝芝改变了主意。看来季家这是诚心要给我捣乱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叶董，我有个事儿跟您汇报一下。说。我之前查到，季白坚特意跑到意大利去调查原石的事情，看来他们不是针对咱们，摆明了是怀疑宋山呢。但是这件事儿一直没有摆到明面上。说明他们的疑心一直存在。依我看，有可能季家对他们这桩婚事的态度，并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。看来，这要牵出那件陈年旧案了。深海之瞳，在当年获得了社稷大奖，那可真是好评如潮，订单如云呐。我们都认为，大福珠宝可以借此机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了。可谁成想，在出货上市的时候，上好的原石材料全都被人给偷换了。刚好那段时间我不在国内，没能及时发现。一时间，所有的顾客都纷纷闹上门店，要求退货赔款。我们也是受害者啊！我们的原石被人给偷换了，我们一定会追查到底，到时候会给大家一个完美的交代。
从此，大福珠宝声誉尽毁，资金链也全部断裂。你母亲一蹶不振，陷入抑郁，直到老婆，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宋山的群星珠宝却是蒸蒸日上，迅速取代了大福珠宝。恭喜宋山先生的销售额突破2个亿，让我们预祝群星珠宝蒸蒸日上。好，好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在调查，当年的既得利益者是宋山，所以我现在最怀疑的人自然也是他。可这个老狐狸，这么多年了都没有让我抓到一丁点儿的把柄，直到那批丢失的原石在他家被找到，露出了狐狸尾巴。可我也去国外调查了，当年提走那批原石的并不是他宋山。孩子，咱们季家的原石放在他宋家的仓库里，一放就是10几年。你最好清醒一点啊！我和宋山之间，那可是杀妻之仇，不共戴天。当年若是他凭真材实料赢了我大福，无话可说。可他竟然用了如此卑鄙的手段。就是他逼你母亲自杀。爸，子明哥，白坚说，季红集团可以施以援手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啊？芝芝，我担心的是，一旦这家公司成立，群星珠宝把资源全搬过去，一旦对方做什么手脚，那群星珠宝就是他们的了。是啊，芝芝，我也是担心这个。爸，你们的担心我能理解，但是现在。我们完全可以确认，那个徐鹏飞就是叶太庭的人。他们做了一个非常缜密的局，而且这个人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急迫。如果我们拒绝了徐鹏飞，那他们一定不肯善罢甘休，接下来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阻碍。可是我们眼下已经没有办法再跟叶太庭耗下去了。如果资金的问题再不解决，那群星珠宝接下来会面临的就是财物的收紧、裁员、节流。一步步走向更大的危机。你说的这些，我也都知道。可是把公司交给季家，我实在是不放心呐。要不这样，咱们再找找，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资金愿意出手帮忙，给到的权益都可以再商量嘛。我还有个事儿要处理，
这件事儿，咱们都再想想。芝芝，你为什么这么相信季白坚？相信只是一方面，最关键的是，我们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了。我们现在不谈工作，只谈情感。我想劝你，感情是盲目的，它会蒙蔽人的双眼。今天季白坚有个纠缠不清的前女友，他的好兄弟殷勤也是百花丛中过的花花公子。坦白来说，我不认为他适合你。子明哥，你值得最好的爱情，你应该被人一心一意捧在手心里，一辈子。你怎么了，子明哥？我和季白坚，我们两个现在不是就是在谈恋爱吗？再说了，如果有一天他真的敢欺负我，你懂我的，我肯定不会饶了他。这么严肃干嘛？张总，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群星珠宝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下次再合作，好吧？你这遇到再大的事也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！你看把自己累的。我没事儿，这些都不算什么。现在公司情况这么糟糕，资金缺口很大。本来我想注入一些外部的资金，可是我跟子明哥跑了一圈，都吃了闭门羹。你问你爸爸了吗？他同意咱们合办公司了吗？我问了，他没同意。建立新公司，宋山那边是什么态度啊？听芝芝反馈跟我说，他还是有点犹豫。看来他还是对我有所提防。猜到了。即便你和他女儿订了婚，他也不会拿你当自己人的。你和宋芝芝的关系是时候进一步了，跟他聊聊结婚的事儿吧。结婚？爸，你是想用结婚获取宋山的信任，让他同意把群星珠宝的核心转给新公司？不止一部分，我的最终目的是要将宋山踢出局。希望你没忘了我们接近宋家的初衷。当初让你和宋芝芝恢复婚约，可不是真的让你去跟他谈情说爱的。这件事情的真正目的，你心里应该很清楚。爸，虽然母亲的死跟宋山脱不了干系，但芝芝是局外人，而且拿一个女孩子一生的婚姻跟幸福
去报上一代的仇，对他是不是太不公平了？不公平？那咱们一家人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啊？这一切对于咱们季家来说就公平吗？他可是害得我们家破人亡，失去最亲爱的人啊！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等待这样一个机会，我要让宋山亲身感受这么多年来我所经历的一切。是爸，你的感受我能理解，但是一代人有一代人自己的命运，我们不能。够了，季白仙，你给我听好了，现在是复仇的绝佳时机，我不会放手的。宋山的下场，那是他咎由自取。如果你觉得宋芝芝是无辜的，好，我可以答应你，在事成之后，他依然可以拥有他想要的生活。但是，如果他成为这件事情的障碍，那我不介意让宋山也尝一尝失去至亲的痛苦。这件事情没有商量的余地。季叔叔，您来了呀？芝芝，叔叔过来就是想请你吃个饭。哦，白坚呢？不用等他，我先接你过去，他一会儿就到。啊，好。侯秘书，看见你们宋总了吗？宋总被您父亲接走了呀。如果他成为这件事情的障碍，那我不介意让宋山也尝一尝失去至亲的痛苦。小季总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我爸在哪？晚上是董事长的私人行程。我问你，他去哪儿了？他去和芝芝小姐吃饭了。季叔叔，你怎么还看这种纸质的报纸啊？现在大家都用手机看新闻了。不习惯。咱们要去的这家餐厅比较远，但是很有名。啊，好的。好，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。
从此刻开始就不关心，耳朵没有在意想要的安静，努力为谁改变，笑着哭着埋怨，也就是我该学会的满足。说真的，我不在乎伤害了我的次数，所谓的真心付出，也许是我已麻木。说真的，我不在乎，就算是偏离了路，总还是在为谁哭，哭输给